哎，后羿好像活了呀。后羿啊，后羿，我正在寻找一个有缘人，你是我的有缘人吗？是啊。那我现在呢，想要拜托你一件事情。我呢跟穿山甲闹了矛盾了。我之前一直跟他玩个游戏没玩明白，他生我气了。哎，我特别想挽回这段友谊。你可以帮我挽回这段友谊吗？哦，可以，没问题。不过这个游戏呢，需要3个人才能玩，算上穿山甲，你还得再找一个人。自信，走，跟我玩游戏。走。自信，你叫自信，我叫超越，我们两只名字太有能量了哦。能赢吗？超越自胜。这个名字我不好呀。那自胜超越呢？自胜，哎，自胜超越不错。我这个人有盼头，你超越自胜，我的。咱去哪儿啊？穿山甲在这边呢，走。穿山甲，穿山甲，你们好呀。你看看，我把你的好朋友带过来了。穿山甲，我特意找了2个有缘人来跟你一起玩。你是谁啊？他是你又不理我了。你是谁啊？后羿。别不理我。我怎么会认识后羿呢？他装不认识我。哦，生气了。哎呀，别生气了。别生气了，别生气了，给你捋捋。那你俩陪我玩个游戏吧。玩。好啊，好玩。来，这个游戏其实很简单，轮流传手上的这个东西。传递的时候呢，要说这是一个安全帽。我传给你的时候，你要问我是什么，然后我再说安全帽是什么，安全帽，然后你就把这个安全帽拿着，然后你呢把这个安全帽传给他。我们慢慢的来一遍好不好？哦，来。这是一个安全帽。是什么？安全帽。是什么？安全帽。然后你把这个安全帽传递给他。这是一个安全帽。是什么？安全帽。这是这个。你还要再问一遍。这是一个。不是，你要问一遍是什么？这是一个。这个游戏这么难吗？有点。这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安全帽。然后就接过去。这是一个安全帽。然后你再给我。然后呢，当然这个同时啊，你在传给他的同时，我会给你下一个。这是一个护目镜，然后你要边给他传。哦，这样游戏有难度。来啊，那我们慢慢来一遍啊。好。这是一个安全帽。是什么？安全帽。是什么？安全帽。这是一个护目镜。这是一个安全帽。然后你得再问我是什么？是什么？你再同时对，两边要同时。你不问是什么，你对我问是什么？他不问我呀。你光教我，你教教他呀！我俩看谁看着像不会的呀？我俩。来，那这样我站这儿啊。这是一个安全帽。这是啥？不是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一个什么？你要说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安全帽。是什么？安全帽。这是一个安全帽。是什么？这是一个安全帽。他问你是什么，你说安全帽就行了。救救我！救救我！我妹妹，再教一遍，啊！这是一个安全帽。是什么？安全帽。是什么？安全帽。这是一个护目镜。这是一个安全帽。为的，到我。这是一个护目镜。是什么？安全帽。是什么？安全帽。咋了？很好笑吗？我没问呢，我还没问呢，你安全帽，我没问呢。来，3、2、1，你问题老出在你这。啊，对。好，你注意，我俩都表现好，我注意。行，从我开始。好。这是一个安全帽。是什么？安全帽。是什么？安全帽。这是一个安全帽。这是一个护目镜。安全帽。是什么？护目镜。安全帽。这是一个安全帽。这是一个护目镜。这是一个安全帽。你把指甲剪给我呀。这是一个护目镜，对吧？说错了。他说错了。你把指甲剪给我。他说错了。说错了。他让我给他指甲剪，你要问这是什么，我告诉你这是指甲剪。你得先给我这是一个指甲剪，我才会问你是什么。他要拿在手上说这是一个指甲剪，你问那是什么？对呀，你没有跟我说这是一个指甲剪，我怎么知道这是什么？那你着什么急呀？我一会儿就跟你说了呀。你刚才护目镜直接给我的，我都没有问你这是什么。他没说话呀。他没说你，他没说我问你了，他说什么话？什么了？
你对着他问我是什么呀？那你没有说一定要看着啊？不是你这个人，不是你不能着急的，要有节奏。timing。好，我们都是有 timing 的，好不好？都不能急。好，不急。你也不能太慢。好，好吧。好，你下回注意啊。你带了什么人过来？我带了有缘人呀。你要不换个朋友吧？这个朋友不太行。不行，我只想跟他交朋友，只想跟他交朋友。行，注意啊。这是一个安全帽。是什么？安全帽。是什么？安全帽。这是一个指甲剪。是什么？指甲剪。是什么？安全帽。这是一个指甲剪。指甲剪。这是一个指甲剪。是什么？啊，这指甲剪。那个指甲剪。这是什么？护目镜。是什么？护目镜。是什么？护目镜。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安全帽。安全帽。对啊，安全帽什么？啊，安全帽。是什么护目镜？什么？我只认识一个指甲剪。这护目镜。护目镜。这是一个指甲剪。是什么？指甲剪。是什么？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一场闹剧啊？这是一个指甲剪。是什么？指甲剪。是什么？是什么3遍了，指甲剪。这是一个指甲剪。是什么？指甲剪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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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安全帽。哎呦我知道。对，来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安全帽。那护目镜怎么没了？没有护目镜，没有护目镜。有护目镜。护目镜呢？这是一个安全帽。只剩2个怎么玩？哎呀，怎么又没了？安全帽。这是一个是什么？你又错了。哎，安全帽。安全帽，告诉你好几遍了，安全帽是什么？不是，这是一个什么？对，不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好，来，再来一遍啊！再来一遍。这是一个安全帽。是什么？安全帽。是什么？安全帽。这是一个安全帽。是什么？安全帽。是什么？安全帽。这是一个安全。是什么？安全帽。是什么？安全帽。这是指甲剪呢。护目镜也没了。护目镜呢？没有啊。指甲剪呢？没有啊。没有了。你从头儿咱就说这是一个什么安全帽？对啊。你忘了？你说这是一个安全帽，我们问是什么？你说安全帽。清醒一点，朋友，你清醒一点，你怎么了？我记得是3个东西。没有，几个东安全帽。那你们是赢了？啊，对啊，赢了呀，赢了。我得拿回来那。没有这种东西，快，这是哪来的？指甲剪呢？没有指甲剪。得要指甲剪。不用。要，指甲剪呢？你要指甲剪干什么？你们要再这样，我只能放弃了。不能跨不过去，我就绕道而行了。走吧，完成不了了。这什么破玩意儿？对啊，你们都没帮我挽回我和川霞的友谊。这种朋友不要也罢。不行，我就要跟他交朋友。你们2个都不帮我忙，我找别人去了，不理你们，护目镜给你们，我走了。走了不理他们，不理他们了，不理。这困难太难了，就不做了。唉，我们别跟他玩了。这个破游戏，那个游戏极其复杂，多复杂，很难。这是一个护目镜，是什么？护目镜是什么？护目镜。这是一个安全帽，是什么？安全帽。指甲剪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指甲剪。这是一个安全帽，是什么？安全帽。护目镜。安全帽。这是一个安全帽，是什么？护目镜。是什么？指甲剪。这是一个安全帽，是什么？可以了。耶！穿山甲，可以了吗？可以了。哎呀，我们挽回友谊了，感谢。你们2个太伟大了，太伟大了，恭喜你们，恭喜，重拾你们的友谊。这么猛吗？我要玩这个任务。看到这上面的秋千了吗？哦，就从这边荡就行了啊，就甩过去了之后呢，站到第1个板上就可以得到1个鸵鸟蛋。第2个能得5票。我有点晕车。加油，这儿蹬地。得蹬地。不是，我不敢，我这个有点害怕。没关系，杜小满给你一个安慰鼓励奖，好不好？好，脚板来了。你看，还是得跟小满这样的实在人做朋友吧。你说来就来，还给我带礼物，要不怎么说杜小满是生意好伙伴，用钱好帮手，关键时刻有他在，给咱分担多少包袱呀，太值得信赖了。
而且关键还要感谢粉丝朋友们在杜小满 APP 给我们助力送线索，更感谢一路陪伴的杜小满。杜小满是真的实实在在，值得信赖。哦，我先去那边看看，那边还有可乘之机。哇，这什么呀？欢迎光临我的科技商店。那这个呢是给你的奖励，这是那么杜小满用户提供的这个提示锦囊。啊，好。你好，你好，美女，你好，你好。干嘛？这是？我呢是那个已经进化的原始人，我想逃离这里。然后呢，这本来是500万，我已经拍到现在这个数了，只要到0，这个门就能开。里面有金猫。所以说你可以帮我拍一会儿。哇！啊，这得摁到什么时候啊？没有别的办法吗？还有这里，现在投够20个蛋就可以了。哇，我没有那么多蛋。你确定门里面有金猫啊？当然了，绝对不可能骗你的。那给你20个。来啊，一个来，你帮我那个一下。我给你投啊！12个蛋，我真的能出去了。17个蛋。投入失败，什么意思？我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。完了。天哪，你太厉害了！恭喜你打败了99的人。开门最后一步还需要再投入1个钻石。完了，完了呀！他说需要钻石，1个钻石，5个酸鸟蛋。我有5个。哦，真的啊？是的，但不会还要其他东西吧？哎，不会的，不会的，机器人不骗人类的啊。哥，来，这个钻石属于您了。来啊，我们要投这个钻石了。好，肯定也有问题了。没有问题，1个钻石。大门马上就要打开了，这次你一定要成功。拼图碎片又是什么呀？需要拼图吗？啊，1个拼图碎片要5个钻石或者25个蛋。25个蛋，然后到时候会要我一个那个，然后125个蛋，被坑了，被坑了。这样，我过去把他引过去，你在后边偷他的蛋，好吧？有时，最好的放松，就是让自己沉浸其中，就像找到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小天地。这里，一切都变得柔软，身体的每一个角落都被温柔的包裹，自然与呼吸交织。每天都从舒适开始，深度好睡眠，床垫喜临门。路上处处有惊喜，杜小满更有性价比。本节目由实实在在、值得信赖的杜小满独家冠名播出。天不怕地不怕，由内到外都强大。本节目由双硬核强内护的皇家美素佳儿赞助播出。本节目由让你躺好床、睡好觉、接好运的喜临门床垫赞助播出。电视看优酷就用酷喵 TV， 本节目酷喵 TV 同步更新中。没事，我来。这个咋玩呀？这个现在就需要拿到1个拼图就可以开门了。啊，你是不是想偷蛋啊？我偷你不是，你这蛋怎么偷？你这蛋怎么偷？哎，蛋怎么偷？抽3个给你一个。你偷什么叫你偷3个给我1个是给什么？分你呀！你等会儿，分你，你装什么呢？你分我干什么呀？我拿蛋不是为了让你出去吗？你拿蛋，然后他又是一个坦诚的坏人。什么？我觉得你是一个坦诚的坏人。
你不偷都是人家的，这本来就是我的呀，放在这里的呀。你们要这个干什么？没有，我是为了让你出去。我拿着怎么了？拿好了，给你的。我说出去当人类，不是当这种人类吧？啊！不是你不，你是欺负人，你们这别！你这么拿的话，反正你碎片你拿不着啊。我本来就拿不着，所以才拿呀。我没钱了。哇，你们就这么明目张胆的偷吗？没有啊。机器人啊，我要买东西啦。估计那个拼图好研究。那拼图不行吧？你看。哎，有什么办法能把那门打开？你告诉我。那真的只能完成这个任务啊！我要打开门。你要砸门啊？哦，可以强行破坏吗？哎，不是啊。行啊，太可惜了，还是拆最容易。那玩意儿，这是干啥的？穿墙的。哦。不是，给它穿坏吗？买一个试试吧。买一个试试。对，留那几个？我这儿有3个。我给你5个。这3个。 8个蛋直接要买一个这个。买一个。哦，把门干开，是这意思吗？嗯。但是开门的方法只有那2种啊。那你就别管我们了。来吧。超越，要开门了。为什么开门了？我们买了个钻。哦。直接给它打坏。那需要这个吗？ 不是，等会儿，不是这么用的，先生。哎，买完就归我们了，你们干什么？走，这。不，真的不能的，这样不好的。哎，这儿可以啊，不是啊，成功没有这么容易的啊。太好笑了。哎，对了，这样拍就好了嘛。不能这样。这个是不是？哥哥，找个东西绑上面，然后他没有，这跟筋膜枪不是，这就是打开这个门的唯一途径。你起来，我们要用我们的钻。不是，先生，钻真的不是这么用的，是这么用的。太危险了！这个时候真能开开。能开。不是，哥，太危险了！这危险啥呀？不危险，里边就剩1层了，就剩1层了，可以搞。别搞了吧！哦，就这2层。不，哥，要不然我给你10个蛋呢？应该有。那打开吧。不是，你这么打开获得不了金猫的。我要一个金猫。张嘴，张手，伸手就要吗？哥，不是，我人类的世界这么危险，我们全都是强盗。我要金猫。你要什么？我要金猫。他说到金猫，他伸手就要。不是，你看我像金猫吗？我没有金猫啊。我要。我只是一个机器人啊。你把头伸进去看一眼。没有。啊？没有。我看。你看没有吧？没有，他们就瞎搞。那这个还退了吧？退了10个。哎，你是8个买的？那你给我。哦，哎，退，我给你退了。退了。通知，目前的得票情况是：王小迅28票，黄小子27票，敖小鹏15票，林小新12票，杨小月11票，陈小鹤5票，赵小婷4票，徐阿胜1票。建议各位原始人抓紧最后的时间冲刺，争取更多的选票。我来刷票了。第2个5票，加油，主人！我还是第一次看鸵鸟荡秋千。当时下来呀，主人可以了。我，哎，欢迎收看《神奇鸵鸟在哪里》。
鸵鸟喜欢把头埋在地里，是一个常见的误解。鸵鸟在遇到危险时，会把头贴近地面，远看就像是埋在地里。救救我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救救他吧！您考不考虑把那个头卸下来一下？我们给您。他要带着鸵鸟的标志，是他的尊严。加油！加油！鸵鸟先生加油！还有点歪。对。哇，这个太帅了吧！我跳的还有5票吗？你继续玩，还有5票，还有，找到感觉了，拿下项组主人！秋千之神，秋千之神，15票。原来我鸵鸟还有体操的这样一天。上才艺，上才艺，来。在这里接受一切反常的行为，我要把快乐、快乐、快乐指定收尾。谢谢。我现在浑身的战斗力，很努力，今天想赢。我去，加油！哦，加油！哦，差不多了。哦。哎，别动，正好。5票。开始。好，走，慢点，右边一点点，微右，左边微左，好，走，小心摸一下，前面有杆，有个杆，然后左边3号摸放。拍完之后，咱就拿去验证。哇，太帅了！完美测验，来哈，完美测验是他吗？刷票！耶！酋长选举马上开始，请所有原始人速回大本营。回去了，走吧。经历了一整天的辛苦，我们酋长候选人都已经竭尽了全力。下面我宣布，成为下一任酋长的就是黄小子。黄小子太多了。是这样，我手中的权杖已经是你的了，也就是说你有1只金猫了。耶，终于，第1只金猫，谢谢大家。所以迅哥没有了，就我没有了。我们呢还有另外一个金猫在。既然今天大家都没有找到，拿出来给大家抽一下。我们会把所有人相应得的票数放到这个抽奖箱里边。那我还有必要参与吗？你要是抽到了神综艺之神，这里面是你们所有人相应的票数。阿胜，抽奖这个机会我给你，其他人可以用5个鸵鸟蛋，再加1张你的名字进来，这就是增加概率。哎，等会儿。我们是不是还有技能可以用啊？你还有技能？还有技能？那王小迅，请掏出你的技能。我的技能就是它。好，吞金兽是吧？嗯。哦，这是个什么？招财进宝。哇！我是吞金兽，吃啥啥没够。你拥有我呢，就是你看谁不顺眼，我可以将他的蛋占为己有，给到你。太棒了，太棒了！你只能选1个人吸，选1个人吸啊，吸最多的。我们都没了。我吸黄子的。好，1麻袋蛋啊！抽在之前的蛋。没事，没关系，小事。有多少个？大概有43个，算他45个，好吧？9个名字放进来。来吧，阿胜。哎，这1张学生你要抽出来，真的。我先抽，太牛了。哎，哇，
黄小子，黄小子，还有俩。求天之神，求天之神，黄小子，耶！求天之神，黄小子，恭喜黄小子。磊哥，你干啥呢？不是，磊哥，我还有个技能没用。磊哥，勋哥，你说，找不着那个最强苗了。我想有个愿望。你什么愿望？你跟我说。我想得到一只金猫。你想得到一只金猫，还是金猫重抽？重新抽吧。你确定吗？我确定。那重抽一次啊，来。走吧。金猫重抽。我又有希望了。重抽，万一又是我呢？阿胜，这个机会其实不是迅哥不是给自己争取的。我想问一句，迅哥，你还有技能没使用吗？不着急，还有。要不给你加俩名儿，许阿胜。我不用，就博。来。黄小子。哎呀，那没办法。今天这个金猫都得是我的。你看，基本概率就是这样了。我都没见过。没事儿，超越。你多看会儿。恭喜你，黄小子！这次你获得了2只金猫，你还获得了酋长的身份。请。来，请接拐。来，这象征着酋长的身份。现在我就要问你一下，作为新的酋长，你是愿意选择带领我们所有这个部落的村民们，是在这儿继续生活，还是走出这个部落去冒险？啊，走出去好啊！这儿，咱这个环境多差呀！这个就是大门的钥匙。哦，走出去吧。因为我作为酋长的时候啊，我是一直在听上一任酋长给我的忠告，给我的建议啊。我们一直都是在听着前辈的建议，在不断的前行。当然，你也可以走出你自己的那一步，带领我们所有这些部落的人走出属于你们自己的新生活。所以说，你到底是怎么选择？我选择。我觉得还是要成长，出去闯一闯。走，出去看看，外面世界很精彩。来吧，大家嗨起来！我今天当上这个酋长的话，希望我们所有的人曾经吸取了那些前辈们的一些教训跟经验之后，剩下的这些路由我们自己去闯。这些未知有好有坏，但这才是现实，这也才是精彩的生活。我要带着大家勇敢地走出去，去冒险，因为外面的生活还很精彩。
那是什么？你手里拿的是什么？这个吗？三明治。分一半给我。不行，我好几天没有吃东西了。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干什么？怎么还哭上了？是我刚才打疼你了吗？我就想吃你手里的三明治。一个大老爷们儿，因为口吃了至于吗？这样，这个三明治呢，如果分成一半，咱们两个谁都吃不饱。我给你点钱，你再去买一个新的，或者你想买任何一个你想吃的东西都行。我就想吃你手里的三明治。你去买个新的。不去。我给你钱，你不用花钱。不行。你就想吃我手里的三明治啊？1加1等于几？2。2加2呢？4。4乘6呢？24。9乘9呢？81。128加81呢？209。智商没问题呀。站起来走2步。四肢也健全呀。你多大了？什么意思？就是你活多久了？27。很年轻啊。你一定是遇到什么问题了吧？我的问题你解决不了。我知道，但是我可以给你点建议，就像这个三明治一样，我给你，也解决不了你的问题，你明白吗？我就想吃你手里的三明治。你先听我说啊，你今天遇到我了，我把这个三明治给你了，但是如果说明天你遇不到我怎么办？或者你遇到了别人，别人不给你怎么办？或者说你遇到了一个脾气很暴躁的人，啪啪给你俩嘴巴，你怎么办？哎，你先别哭，别哭行吗？我真的想帮你。你愿意帮我？帮不帮得上我真的不知道，但是我能给你点建议。我觉得你是一个好人。我的问题你真的解决不了。这样，我给你点建议。如果你觉得没有解决你的问题，那这个三明治就是你的，可以吗？好。怎么说呢？现在大环境确实不是很理想，但是这不是大环境的问题，是你的问题。你太懒了，而且跟所有的学识也没有什么关系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就是学习不一定是人生唯一的出路。就说我吧，我小时候学习也不太好，但是我愿意努力，我坚信通过自己的双手可以改变自己的生活。于是我到了大城市，我呢先帮别人出点苦力，赚一点点钱，慢慢我就凑够了一辆电动车，我就送外卖去了。慢慢的呢，我再努力，我就拥有了自己的网约车，我就可以开网约车。后来慢慢再积累一点呢，我就进了一些货，慢慢的，我就不断的努力去改变自己的生活。哎，你知道我是卖什么的吗？三明治。电灯泡。这么说吧，这个城市，我不敢说所有的电灯泡，但是有一半的电灯泡都是我卖的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城市有一半的光都是我点亮的，这让我非常有成就感。这么说吧，我现在把这个灯泡给你，就是把一束光传给了你，用它点亮你自己人生的灯泡，你明白我这个意思吗？这样就能解决问题？当然能。我从你这儿
进灯泡就能点亮我想点亮的？我们家的灯泡质量绝对过关。行。哥，我看你是个好人，那我现在就把我的问题告诉你。畅所欲言。我呢？我其实是住在离这里14亿公里外的一个叫桑德维奇的星球上。我们那个对不起，你稍微等一下。那是一个小区的名字吗？你听我说完啊。我们那个星球呢，是太阳系中最亮的一颗星球。长久以来，我们接管了太阳系的一部分光亮工作。我们通过太阳的光能传递给其他星球，然后点亮它们。我们看到的这颗太阳呢，实际上它是一个被银河系之外2000亿光年的一个叫阿西莫夫的文明创造出来的太阳。我们的存在都是因为这颗被创造出来的太阳。但是现在这个太阳产生的光能呢，突然没有以前那么多了。我推测就是因为这个阿西莫夫文明的庆典已经结束了，他们就要关闭太阳系的项目，就要把太阳熄灭。那太阳灭了，你跟我的文明就不存在了，我们就灭亡了。所以，哥，你刚刚说你在地球是做这个光亮系统的，而且据你所说，你做的还不错。我们能不能就是再往前迈一步？我把你这个光亮系统带到太阳系上去，我们就先试着点亮那些已经熄灭的星球。如果好使，我们就1颗、2颗、3颗、4颗，直到最后点亮整个太阳系。让我们的文明得以延续，点亮太阳，点亮属于我们自己的灯泡。怎么了？我在这儿耐心的跟你说了这么多，你在这跟我扯犊子。回来，停，转身。举起右手，抬起左腿，坐下。哥，你真是外星人！我没骗你啊。那你跟我要什么三明治啊？不是我这是真饿了。但是通过这个三明治，我看出来你是个非常好的人，我就需要你的帮助。不是哥，我怎么就是称呼你呢？啊，用你们地球的语言翻译过来，我应该叫赖赖。我叫皮皮，你好。你刚才说你27，对，我确实只存在了27亿年。这么个27。不是你怎么还哭上了？我刚才没听明白，这太阳怎么也要灭了呢？你别哭，这就是个项目啊，一个项目，就是50亿年前，阿西莫夫文明就突然发现了银河系中有一块区域特别的黑暗，什么都没有，于是他们就想把这里点亮，能为自己文明的诞生庆生。哎，但是现在就像有一场瘟疫一样，2个氢形成一个氦的时候，这个能量不够了。就是反正如果调查这个事儿呢，就要投入大量的资源。那反正庆生已经结束，他们想索性就把这个东西给关闭了，就要把太阳给灭了。那50亿年不白亮了吗？不是，那上面的意思。哪个上面啊？我也不知道，就是上面。那我干了50亿年的项目，说停就停了。可能你作为一个人类，觉得50亿年很长，可实际上50亿年那就是弹指一挥间。我这么给你举例子啊，就像这个三明治啊，你跟我啊，不过就是这个三明治中最小的那块肉啊，我们都是被那个太阳的光亮吸引来的野生又弱小的文明，但这外面呢还有菜，菜上面还有酱，酱外面还有一个面包啊，这一切都被一双无形的大手给握着啊，它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到里面的我们。我们现在就是要想办法，怎么不被它一口给吃掉。没明白，这三明治怎么变宇宙了呢？不是，这不是宇宙，这外面是宇宙，
宇宙之外还有更大的东西。还有什么呀？那我就不知道了，我就只管宇宙的事儿。等等，宇宙的事儿你能管？能管。哥，你能不能给我点建议？不，我给你什么建议？是这样啊，我就这个灯泡啊，我现在销量不是特别好，我就一直在这厂里压了不少货。你能不能给我点建议？就是这样，咱先不往那个太空整，好吧？咱们先这个往国外，你看看你外星你见识多，你能不能帮我打开个什么销路什么的？不是你送上太空才能解决问题，我知道，但是太空太远了，你懂不懂？就现在这个回款方面的太远，它得有时间。我现在想把我目前这个生活改善改善，我想你能不能把我公司给我弄上市了？这样的我就能，你肯定能，你响指一打，你看看能不能帮我想办法？不是太阳系面临着大问题呢。我知道，那我管不了那儿。我跟你说实话，我们家小区我都管不了。哎。不是太阳要灭了，我知道，我那太阳那如果安的是我们家灯泡，你拿回来我给你修就完了吗？不是，这一切都会消失的。那就消失呗。消失了可就什么都没有了。按照现在这个速度，再有不到5亿年，什么都没了。5亿年，那5亿年还有没有人类都不知道了。你能活27亿年，我能吗？我觉得你还是给我点建议。因为即使你帮不了宇宙，你响指一打，你也能帮助一个朴实的地球人。我给你任何建议都没有用，为什么呀？因为太阳要灭了。这样吧，我给你一些灯泡，你拿回你们星球，如果好用，你再回来找我。谢谢你。你来回一趟要多久啊？用你们地球的时间算，最快也得100年吧。100年，那个时候我一定还在。你留过我的联系方式，咱们还约在这个长椅上，可以吗？好。如果按照你说的，我每天都吃掉一个三明治，那三明治里会不会有2个人像我们一样，担心下一口被吃掉？你说的也对。怎么又哭了？饿了。你能掰开我手里的三明治吗？